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利桑卓九和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利桑卓啊，这个新年皮肤就是春节皮肤、新春皮肤，还是蛮好看的。然后它的出装的话，可以看得出来前期偏功能性一些。像这种功能性中单，其实现在前期还是蛮吃香。现在，因为感觉中单除了这种，像什么龙王啊、卡萨丁啊，还有一些就这种大后期魔王哈，就是大法师那种后期大魔王这种，会吃香一些。如果说你像那种就是怎么伤害感觉总是差一些，那些的那种没有大后期的，就感觉很一般，不如完成这种功能性的一种玩法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种地桑卓啊这种功能性辅助啊，这种打中单的哈，然后他们的助攻啊，都是普遍来说都是比较高的。像这个版本也是，想单杀或者说一打几的话，除非经济特别好，或者说你的英雄够持续伤害够，像瑞文啊这种或者诺手，不然都很难说做到一打几。而且这个版本控制真的很关键，因为你感觉到竞技性变强以后，他杀人的那个，就是说收人头啊那些都，除非有收集者啊，稍微好收集，就是残血的话好收集人头。那队里面如果没人出收集者的话，总是会出现那种失血跑开的那种状态。利桑卓的话，前期利用好 E 技能，确实能造成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控制和伤害。这里 E 技能过来，直接 W， 想省大招但确实可以稳稳的省下这个大招。这里的话，让队友过来直接给大招都可以，但是永恩半天不过来，那就没打算给大招了。前期 E 技能的 CD 比较长。10几秒嘛，如果 E 技能的话，倒是可以直接用 W 可以留下来。如果说一开始这个永恩就往这边靠的话，利桑卓是可以闪现 W， 然后后续接大招，伤害完全是够的。永恩而且这里面升到5级了，是有大招的。这里的话就已经准备排满了。僵尸守卫已经4成了，再排一个已经满了。那这样的话，这局的伤害应该是不会低的。中单，现在中单就是一个点，前期能有线权，然后能开始游起来，你的主动性就很大。所以这版本莫甘娜这英雄反倒是，而且他现在大招优化以后对他来说是史诗级的加强。之前我就说过莫甘娜这英雄大招不太行，然后后面他调整了以后，那对于莫甘娜这英雄在游走的过程中确实很爽。这里的话，永恩过来 E 技能给 W， 直接大招控死，对方连大招都放不出来。还在那里浪，这样就遇到这种利桑卓中单、冰女中单啊，你千万不要去省技能啊，因为他一旦一套控制下来，你真的前期跑不掉的。反正前期就清兵线啊什么的，利桑卓完全可以利用 Q 技能去清线就可以了。这里的话过来一个 W 在 E 技能拉开。这里就是标准的一个利桑卓的逃跑的方式，
你靠过来，他只要留 W， 先放 E 技能，留个 W， 留住对方。这里的话可以看到打巅峰赛啊，现在版本初期的巅峰赛高手都比较多，而且这里丽桑卓这个皮肤确实好看。像这里的话，可以利用穿冰 Q， 一技能过来给个 W。打一套输出，可惜没有 Q 的伤害 ，Q 在 CD， 不然打的半血以下，叠个那个暗黑收割的话还是挺爽。这种东西就叠好以后，它就不会说在后期很难受。这里上来回头一个大招，给自己规避掉所有伤害。这个打野绝对会被骂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大招不开。他先开去保龙王都其实对这边来说都是难受的很难受的一件事情，但反倒是后续跟伤害3打1是吧？爽吃一手。那加里奥还想操作，直接一技能跑了。但有个点就是别玩的太上头就是了。一技能的话，有时候还是。关键时刻还是先点了再说，不然的话你卡最远距离，有可能忘了点一技能点不了了，你就要出大事了。这里可以看到是主 Q 副 W， 因为前期的团战确实频率没那么高。主要还是清线为主。如果哪天啊频率变高了，你副 E 技能是可以的。这里的话，飞过来直接大招，闪现 W 接 Q 收掉人头，对方交闪，那必须得回头补伤害就可以了。后续的话，永恩补上伤害，灵活的运用 E 技能。还有个点就是，在这个版本打野要帮中路，如果中路是那种不是很刷的那种中路哈，先帮中路建立优势，然后让中路游起来再去打，会事半功倍。双人路确实不是很，就是双人路是最次选，除非对面双人路就是经常压线了，你可以去帮忙抓一下。像丽桑卓的话，就是带那个天赋的话，主天赋有个选择就是，这里的话 E 技能加推棒上来打一套，这个大招的时间拖了很久，对面的一个天赋，对方追过来的话可以交 W， 这里留一手 W， 配合一个 E 技能，看看能不能再回头打一掌。但这边的话，对面就队友支援的太慢了，没办法的。一个 W 打一套，但差一下平 A 可以 A 出来的话就有那个叠一张暗黑收割。就是抓双人路的话，还有一点就是看什么样的射手。如果像卢锡安这种射手啊，卢锡安啊，或者说是那种靠操作的，不是那种大核 ADC 啊，比如说像金克斯啊或者薇恩这种被压的话，就比如说卢锡安这种不是那么大核的话，可以就是把双人路排为最次的选择去帮忙。但如果说上单像什么是那种赛恩那些，你也没必要帮了，除非和这个人头很好抓，对吧？如果说像是剑魔这种，像瑞文啊这种的，你帮了那种优势是很大的。
剑魔这英雄，或者说瑞文啊这些英雄，你帮了他，他能在团战里面建立一个很大的优势。肉上单的话，你就看情况再绑。但中路的优先级，我觉得现在版本来说是最好的、最高的。如果说你自家的射手的话，就是中单的话，优势够大，比如说像那种叫什么，反正就是有线权，有线权的话就可以，就是直接就可以游，然后你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尝试在河道那边多做事情。找对面打野，或者说入侵对方打野，野区都可以。这里的话，这个血量其实不够打下去了，再打下去的话得送人头了。对方直接闪现过来了，这里闪现给 W， 但对面人头应该要送出去了。这个霞玩的挺好的，规避了很多伤害啊，利用闪现和大招。还有就是它的主符文，如果你觉得对线很难的话，你就带那个迅捷步伐；如果你觉得对线很轻松，比如说对方是龙王这种，前期你没什么压力，那你就可以直接带暗黑收割。像黑魂的话是可以刷 CD 的啊，所以如果说暗黑收割和电刑对比的话，电刑是必须得等那个 CD， 它是刷新不了的。暗黑收割的话是可以的，所以现在很多中单英雄会选择带它的原因也在这里面。下路打起来了，后续一技能进场拉进来一个 W， 所以大招直接给自己了，先保证自己的一个状态，因为要准备打这条龙的。那这样的话，这条大龙应该是可以稳稳的拿下。一技能就不要去交，因为一技能伤害来保命，或者说操作的时候拿来用。打伤害的时候，除非你要准备直接回家，是吧？那你一技能放无所谓。只要你还在线上，比如说你还在外面，要随时保证一个可以操作的机会，或者拿来保命。我这千珏的话，直接来找人了。一技能看拉开，队友跟上，给了大招啊！对面这样子，就这波操作，就标准的那个一技能给了以后，回头拉一下给 W， 控到以后直接走。这里的话，想一技能进场，大招的话给自己，必须得再有闪现出来。如果有金身的话，其实还能再拖哈。其实对于丽桑卓这英雄，双金身是很离谱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能保证在团战里面能拖很久。而且大招给自己的话是有回血效果的。一技能准备交吗？不是很好，因为对面的射手是会玩的这个阿卡丽那个什么霞，对面的 ADC 玩的其实挺好。这里已经掉点了，
那就打野也不在，少人千万不要去打架，去往德莱文那边靠一下，避免德莱文被抓第一时间没人保。来刷对方的这个11分钟以后的那个 buff 啊，一定要多抢一抢。这里的话，对方应该是没大招了，这里给大招，直接强行杀掉了。对面1换2，整体来说还是赚的。那对面打野掉了的话，这条火龙，这条小龙啊，就可以稳稳的拿下。丽桑卓的这个皮肤特效还是蛮好看的，特别是大招给出来以后，就是那一棵树啊。有种像那种《倩女幽魂》里面那个千年姥姥，有种那个味道了。因为他们有一些画风就是有一个千年老妖的那个画风，就是2个角嘛，然后头发盘在那上面，好像是吧？这里队友还没赶到，准备到了，这里的话就可以进场了，一套伤害打出来。对方准备给伤害吗？那这个里面的话，大招还是省下来了，可以再次进场。但这次进场的话就没那么简单了。W 没命中，可惜了。推棒拉一下，交闪拉开，队友把那个大龙拿到了。等一下 E 的 CD， E 技能的话，这个时候必须得给到对面的那个谁啊？已经对面射手已经跑了。这里的话，他一直在等对面的射手的位置，但对面不漏了，直接回去守塔。现在我感觉有个点啊，就是从这个版本开始，就是技能效果有点就是特效啊，就是有点那叫什么光污染，你懂了吧？所以现在好多人调的时候都不调鲜艳这个就是画质了，是调柔和这个画质，让这个光没那么亮。如果你们觉得就是有时候看得太乱的话，我建议你们把那个技能的透明度调一下，要调一下你们设置。有时候并不是说你们看不清技能，是因为可能是因为这个版本的光污染比较严重。但有一些是确实是是吧？人老了，不得不服老。这里一技能，看看找个就是盲视区、盲视野的地方做个进场。但到处都是眼啊，对面给眼位，确实你看玩这种高端局，就是没那么轻松。大招进场，一技能给到，这里，哇，被控住了，炸裂！我觉得这里面酒后哥应该先做个金身，他其实给自己金身都无所谓，有点浪，就是这把就是太顺。这节奏其实有点迟了，对面的龙王已经起来了。这里直接交闪还好。不过对面龙王看看能不能 C 吧，C 不了的话，这里还拿到了那个叫什么远古龙。然后还有个点就是对面的赛恩真就是送死流赛恩是吧？纯送死嘛，推塔。人家是送死流推塔，这个是什么？纯送死流，毫无作用的感觉。
这里拿了大龙，好像那边队友的话，队友那边才有那个龙魂，好像。哎，这里直接进场，大招给自己啊，终于不浪了，还是稳稳的把大招给自己。然后兵线再进场，队友好像推不掉，完了出事啊！德莱文开始收割，啊，还是推掉了，还以为要出事呢，在塔前面掉5个。那行，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2局就没那么久，还是比较顺。